別人開店是賺錢，奈雪開店就是搞慈善，一年狂虧10個億，奈雪的茶真的沒人喝了嗎？有星巴克的地方就有奈雪，這句話是一點也不誇張。靠着一杯好茶加一口軟歐包，成功在喜茶、蜜雪冰城的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。憑借清新自然的品牌形象、舒適的門店環境以及精準的市場定位，奈雪迅速吸引了眾多消費者。自2021年上市以來，股價一股最高18.98港元，全國門店超過800家，人均消費超30元，被視為茶飲界的星巴克。可到了2025年4月，其股價跌倒一股不足2港元。前段時間奈雪還發布窮苦公告，光是去年1年就虧掉10個億，這是什麼概念呢？其實就每天虧個270萬，1分鐘虧1880塊，這速度讓隔壁剛上市的蜜雪看了都得直呼好家伙！從王者變成王者，曾經排隊2小時都要買的網紅奶茶，如今年輕人為啥不願買單了呢？奈雪創始人彭鑫曾豪言要讓茶饮成为年輕人的社交貨幣，於是門店必須要開在星巴克旁邊，因此奈雪的定位只能在1、2線城市。為了做好高端產品，不僅在品質上嚴格把控，還選用優質茶葉、新鮮水果等原材料。門店也必須在60平方米以上，大理石的吧台、綠植牆、藝術裝置成為標配。一個店下來，光是裝修就要花費超100萬，只為營造出一個讓消費者除了家和工作場所之外的新型聚會場所。說白了就是把星巴克的消費群體轉移到奈雪的茶。不過這種高端定位在短時間內確實吸引到了1線城市的白領，但很快消費者就感受到了水土不服，因為大家更偏向即買即走，這讓奈雪的大店模式陷入尷尬。光是門店的租金，奈雪就高於同行業的12%，但成也高端，敗也高端。奈雪高端的背後，實際藏着一地雞毛。當蜜雪冰城用2塊甜筒拿下消費者，古茗、茶百道靠15元價位吸引高端用戶時，奈雪也終於看到了自己的短板，那就是價格太高。於是2022年奈雪打響降價第1槍，人均30的價格降到15到25元，並為了迎合大眾的消費觀，特地推9元戰鬥產品霸氣檸檬水。原本想靠這一行為吸引顧客，反而卻攆走了原有的一大部分高端用戶，認為降價就是掉價。更致命的是，降價也沒能抹掉消費者心中對它高價感的認知。當然，奈雪也沒有就此放棄掙扎，當別的茶飲一直在推新品，奈雪也不例外。2017年靠着霸氣芝士草莓火爆全網，2019年又推出霸氣橙子，成為現象級單品。最高門店一天就賣出2000多杯。可到了2020年後，奈雪從爆款制造機成為典型的模仿者。2023年推出的23款新品，卻都是只換水果不換配料，引來一眾消費者吐槽。再加上茶顏悅色的幽蘭拿鐵、霸王茶姬的伯牙絕嫻搶佔市場，即便之後推出了龍井系列和芭樂系列，都毫無記憶點，也很難重回巔峰。更諷刺的是，奈雪為了節約成本復活，竟然砍掉店裡當初靠着麵包火起來的麵包生產線。這波操作屬實看不懂。根據市場調研發現，有30%的老顧客因為店裡歐包選擇變少而不再光顧。同年，喜茶又反其道而行之，推出喜茶熱賣的烘焙線。一時間，門店客單價提升12%，甚至還到了排隊1小時才能買到的地步。而奈雪的斷臂求生，實則是丟了差異化的護城河。無論是蜜雪冰城還是喜茶，在通過加盟門店擴張後，管理上都出現了一大堆難題，什麼核出異物、員工舉止不當等行為。只有奈雪選擇直營模式不加盟。本以為自己親力親為能避免這些問題，實則卻是規模限界。2021年，北京多家門店後廚發現蟑螂亂爬，甚至水果腐爛還繼續使用等問題。2022年5月，天津一家門店因使用過期高溫殺菌乳被沒收產品，並罰款5000元。在黑貓投訴平台數據顯示，奈雪有多次被投訴飲品中出現塑料等異物，門店退款卻遲遲不處理。到了2023年，奈雪開放加盟，卻只新增了92家門店，而後起之秀霸王茶姬卻在同一時間新增了1200家門店。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，那就是奈雪的高成本壓得他無法繼續喘氣。更尷尬的是，加盟商在加盟後才發現奈雪的前景存在很大問題，性價比太低，還不如選擇古茗。當初的奈雪之所以火爆，與它的營銷邏輯脫不了關係。比如2020年推出的櫻花季限定，當時直接刷爆朋友圈。可之後的奈雪在與動漫聯名後，卻屢屢翻車，被網友指出設計過於老氣，年輕消費者無感的評價。奈雪只知道要把包裝打造成好看，卻沒抓住。如今年輕人要的是情緒價值，當初瑞幸與茅台聯名就玩得風生水起，靠的就是情緒價值。說到底，奈雪的衰敗不是偶然，而是對時代變化的誤判。他把價格降低，就認為能吸引到顧客，實則早已偏離初衷與消費者對他的認知。如今的年輕人要的是便宜又好喝，比如蜜雪冰城。畢竟消費者從來不怕品牌變，只怕品牌變得沒有記憶點。